太离谱了！在美留学生注意了啊，你隔壁工位那个笑眯眯的同学，可能正准备拿你去换赏钱呢。美国国会啊，竟然公然挂出了告密邮箱，专门悬赏举报中美科研合作。这哪是搞科学啊？这分明是开了个锦衣卫分号啊！一边喊着学术自由，一边满屋子安插间谍。大家好，我是小懒，今天呢，咱们就扒一扒老美这场歇斯底里的科技大发疯。今天聊这个事儿吧，其实说实话，已经超出了正常人类的想象力。我看着新闻的时候，第一反应是这个世界是不是快到头了呀？为啥？因为现在的美国已经不再是那个所谓的学术殿堂了，在那些满脑子冷战思维的美国政客眼里你们手里面的试管、电脑里的数据，那都不是什么科研成果，那是随时能够引爆美国国运的重型炸弹啊！就在4月10号，美国众议院中国特赦委员会干了一件丧心病狂的事儿，他们在官网上堂而皇之的挂出了一个吹哨人举报邮箱。各位，你细品这3个字吹哨人，在文明社会吧，这个词儿当时用来保护正义的，可是到这帮政客手里，这分明就是个跨国告密信箱啊！他们这在公开鼓动，甚至在变相悬赏，让人们去举报任何所谓的中美科研合作，这个招多阴啊！现在的尖端科学哪有单打独斗的，全是团队协作，讲究的是大家把这个数据摊在桌子上一起抠。可是这个邮箱一出来，那个味道就全变了，这就意味着任何一个中国留学生只要你表现的稍微优秀一点只要你做这个项目稍微前沿一点你身边坐着的同学，甚至你的导师，都可能为了这个表忠心，或者仅仅是因为眼红你的成果，反手就给你来个一键举报。他们不需要证据只需要一封匿名邮件，说我瞧着这孩子跟这个北京联系挺频繁的，砰 FBI 凌晨3点就得踹开你的房门，没收电脑，冻结银行卡，把你关进那个暗无天日的拘留所。等你层层审查，折腾个1年半载，哪怕最后证明你清白的像张纸，你这辈子的学术前途也彻底废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女士对这种行径的评价可谓是一针见血。她直言，美方打压遏制中国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这个所谓的特赦委打压遏制中国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近年来，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蓄意破坏中美正常科技交流合作，大肆迫害中国学生学者。这种做法只会削弱美国创新活力，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哪是大国竞争这分明是把5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僵尸给刨出来了，正满屋子咬人呢。这段时间以来，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频繁滋扰盘查，甚至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起诉多名中国留学生和在美研究人员，严重侵害中国学生学者合法权益，严重干扰中美人文交流，特别是教育合作，最终损害的还是美国自身的形象和国际声誉。如果你觉得告密呢只是针对人，那接下来这波操作就是针对整个工业逻辑的自杀式冲锋。就在告密邮箱上线的同时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也蹦出来加戏了。他们宣布要在4月底搞个投票，全面禁止中国实验室为进入美国市场的电子设备提供测试服务。同时他们还要对那些所谓的无风险国家大搞绿灯。我得给大家科普一个硬核常识就是你手里面拿的手机，家里面用的微波炉，想要在这个市面上卖，必须通过各种安全测试，得拿到那个 FCC 证书。而现实是这全球大约 75% 的电子产品合规测试全是在咱们中国的实验室里完成的。为啥？因为中国呢是全球电子产业链的中心货呢在这儿产，标在这儿测，这叫效率，这叫成本。可是老美现在这个脑子他转不过弯的他就觉得中国实验室测出来的东西，万一留个后门呢？万一那个微波炉能偷听白宫开会呢？这种受迫害妄想症已经到了晚期了。FCC 之前呢已经封杀了23家中国顶级实验室，现在嫌麻烦了，想直接一刀切。你听这个逻辑因为你是中国实验室，所以你有风险；因为那个国家是我的跟班，所以他没风险。结果呢，你就把最便宜最专业的实验室全给开除了，
那你就得去找那些贵的要命效率低的像蜗牛的西方实验室，测试费涨3倍，周期拉长半年，最后这笔钱谁出还不是那帮美国消费者来买单吗？这就叫搬起石头砸自个儿的脚，还嫌砸的不够响。最离谱的还在后面 ，FCC 现在的监管竟然玩起了翻旧账。意思就是你3年前通过测试已经在美国卖的挺好的设备，他们现在翻过头来说，哎呀，当年给你测量那个实验室现在被我拉黑了，所以你3年前那个证也废了，下架赔钱。这叫什么？这叫法治的流氓话以前老美天天教导咱们要讲契约精神，要讲法治社会，结果现在呢，规矩是他们定的，解释权是他们抓着的，连已经成交的买卖他们都要反悔。这个吃相真的是连最后一点遮羞布都不要了。咱们商务部看着真透这就是典型的单边霸凌老美现在呢就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只要看到中国人在这个桌子上赢了一把，他就想掀桌子甚至想把对方的凳子腿都给锯了。大家仔细琢磨一下为什么美国这2年这个动作它越来越癫狂，说话越来越没底线？其实吧，这恰恰反映他们内心极度的虚弱。一个真正领先世界充满自信的霸主是绝对干不出在大西瓜举报邮箱这种下三滥勾当的。只有当你发现自己在公平竞争中跑不动发现自己的科技引擎开始冒黑烟了，你才会想着去给对手使绊子。老美现在对任何带有中国字眼的东西都害怕，华为基站他怕，大疆无人机他怕，连你家那连 WiFi 的路由器他也怕。这哪是大国底气这分明是惊弓之鸟的反应。他怕的根本不是什么安全隐患他怕的是中国在每个底层赛道上都在完成对他的降维打击。稀土管控，这就是一张正气凛然的名牌，他打去了美方那种只有我能制裁你的单向傲慢。现在的局面是你卡我的硅基，我就断你的碳基；你玩金融封锁，我就跟你玩产业链脱钩。老美这回是踢到钢板了，而且这块钢板还是中国造的。老美这波科技猎物最后杀伤的是谁其实呢是他们自己。大家想想硅谷那帮大厂，什么谷歌、苹果、特斯拉，靠的是啥？靠的是吸纳全球最聪明的脑袋。这个里面中国工程师占了半边天。那现在你搞麦卡锡主义你搞告密文化，你让每一个进实验室的中国孩子都觉得背后有一双冷冰冰的眼睛。在这种人人自危，连吃个午饭都怕被同事举报的氛围里，谁还有心思搞创新老美这是在亲手扼杀自个儿的未来。等这帮最聪明的中国孩子心寒了，回国了，美国的科技霸权也就只剩下一副空壳子了。那聊到最后我得对那些海外的学子学者说句真心话必须彻底丢掉幻想那个所谓的学术无国界空气都甜的美国已经不存在了。现在的美国科研环境对华人来说，那就是一个充满陷阱的地雷阵大家务必提高警惕，保护好自己不要轻信那些所谓的自由合作。在传递任何数据做任何敏感研究时，多留个心眼该录音录音，该留底留底防人之心不可无祖国的大门永远为你们敞开。如果那边的空气不再香甜了，那就收拾行李回家吧。咱们家里的实验室现在不缺钱，更不缺给你们撑腰的底气。那各位对于老美这种悬赏举报留学生的损招，你们有什么想法呢？评论区聊聊。我是肖兰，咱们下期再见。